陛下现在愿意相信臣妾了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的？臣妾知道此人，乃因为媚娘时常念叨，他就是媚娘青梅竹马的故人。媚娘入宫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陛下的恩宠，替那李牧求情，特赦他身为叛党后人的流放之罪。臣妾对不住陛下，臣妾早就知道此人，也知道此人与媚娘的关系，却一直未告知陛下，只因为臣妾以为这不过就是往日旧情。既然媚娘已经入宫了，便已是新的开始，媚娘铁定会一心一意地对待陛下，忘记过去。殊不知，此人却已入宫，臣妾实在担心他身为叛党后人的身。陛下，好吧，辛苦你了。你退下吧，明天一早，朕便下旨，封你为从容。陛下，这不是臣妾想要的。臣妾所求的，只是能够陪在陛下的身边。朕明白。退下吧。小心！不用紧张，大臣们，别让这些大臣们看你乱了分寸。儿臣拜见父皇。知奴，头一次上朝便有话说，勇气可嘉。来，告诉朕，对苏楼汗、对北方叛军有什么想法呀？知奴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我会假装有你陪着我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启禀父皇，苏楼汗看似铁腕强者，实则外强中干，其坚不足以掩恶，其雄又不足以攻城。即使论才干，尚在被他杀死的段季之下。单在与周边的势力共处上，苏楼汗便连犯了致命错误。当年，段季还在世时，看似对外软弱，实则颇有心计。一方面对我大唐礼数有加，让我们没有动武的借口；另一方面，找一切机会展示实力，使我大军不敢轻举妄动。同时，又加紧对北境那些小国还有部落的蚕食。如此，必定在10年内，北方叛军就可以一统北境，大唐却只能作壁上观。可如今，苏楼汗一上来就定下了南征西拒的策略，迫不及待直接发兵攻打那些小国，看似威风八面、吐气扬眉，实则却为了一点点虚名威力惹了众怒，得不偿失，也给了我们大唐最好的发兵理由。给北方叛军带来了灭顶之灾。那如此说来，你是觉得我们应该远征北方叛军？你是支持克尔的看法了？父皇，我大唐卧榻之畔，自不容这头犹在成长的猛虎酣睡。只不过，对于战事的前景来说，智奴
倒是没有三哥那么乐观。苏楼寒能征善战倒在其次，更重要的是，北境苦寒之地，路途遥远。其实，我军补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要是我们真的与敌人战至焦灼状态的话，那么此战的输赢，便会取决于北境那些弱小邻邦是否能够及时供给我军粮草。那些小国部落屡屡受北方叛军的欺凌，且一向与我大唐交好，供应粮草当不在话下。楚大人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：凡可怜之人，必有可恨之处。其实，燕齐与北漠的关系，不正像那些小国与叛军吗？我大唐多次支持燕齐，维护其在丝路的利益，结果怎样？对方欣然投入了北漠的怀抱里。焉知那些小国会不会存了让大唐与北方叛军两败俱伤，他们正好从中得利的心思？王爷此番话让微臣糊涂了。既说此战该打，又强调征途艰难，那么打还是不打呢？当然要打，一定要打。只不过此战不是一蹴而就之势。苏楼寒鼠目寸光，不是治国兴邦之才，他主政一定会加速北方叛军的灭亡，这是肯定的。不过其铁腕治下，精于用兵，却能使其可争一时之雄长，甚至在战争的前期占得优势。所以，父皇、诸位兄长、诸位大臣，智奴认为征讨北境应该当做一个长期的国策，我们须得定下一个起码长达10年以上的计划，循序渐进，分数次征讨，以使其自顾无暇，再也无力在北境扩张。如此，智奴敢说，当可在10年内，北方叛军自然就会在这战争的泥潭里垮掉了。也因此，智奴恳请父皇收回成命，这一次就莫要御驾亲征了。反正要打不止一次，父皇可以在后几次远征中亲临战场，主持大局。10年，朕可能等不了那么久。朕也知，一战而胜很难，但并非全无可能。再说了，朕最喜欢做的，便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今日就议到这儿，散了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结束了，结束了。